Hello， 大家好，还是我们两个。这次呢，接着陪大家看《日落时分说爱你》的第2集，依旧是和大家一起前排吃瓜。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了8位大家在这个大理相遇、初相识之后发生了很多故事。现在大家已经住到了我们美丽的日落小院，我相信这里边会有更多动人的瞬间，来陪大家一块儿开启这15天的浪漫之旅。你比较期待哪一段？挺想看，纯哥和李李的。雷姐，我觉得相对来说也是跟纯哥一样，会有一点哀。我觉得他俩可能他后续的那个故事可能会比较精彩。会比较精彩。梅姐跟飞哥，他俩是这里边进展最快的吧？对。所以接下来很期待还会继续有什么故事。来吧，开始吧。好的。Hello， 我们回来了！哇，这个感觉太专业了！哇，主厨哎，就啊，我们收拾好来给你打下手啊！哦，不，别，哥哥就是属于那种特别害怕给别人添麻烦的那种，而且他可能有自己的那种做饭习惯。对，如果我做的话，我也是不希望任何人来厨房看到我狼狈的样子。我做饭不喜欢给别人做，给我女朋友做还行。恋爱脑。而且我身边都是那些开玩笑开习惯的，这个饭我觉得很好吃，但其他人就会吃饭的时候给情绪价值特别满足。咱录桃花坞的时候谁做饭的都得给情绪价值。对呀，你要不他不做了。不过他们是做的真好吃呀！看看这帮站着不干活的，我们这都是粉丝，吃一些也是粉丝，挺幽默的。哦，开吃了。你夹得到吗？妈。给谁？罗非。哦。你夹得到吗？妈。好，谢谢。康哥的。谢谢。好，我来个大的。到位。我来个大的。到位。哎，你看这个。哎呀，我懂了，这个我能 get 到了，挺有意思的。晴姐跟飞哥夹了一个虾，然后梅姐她自己不憋着，她咔哧她就拿过来了嘛，我来吃，也是一个名场面。但是我很喜欢这种处理方式，截断式。不是，如果有人给你男朋友夹了一个虾，你会怎么办？把虾扔他脸，我看你敢吃？不会，会装作没看到。如果一个男生给你女朋友夹虾，你比较有代入感。哦，我可能会。你给现场所有女生都夹一个，你一个，女朋友一个，你一个，女朋友一个。这种好处理方式。我也可以这样，给我男朋友之外的所有人都夹一个虾。就不给那个女孩夹，我就不给那个男生夹，我让他知道。谁夹的虾好吃？我们还是来玩一个国王游戏，就是抽到国王的那个人，他可以发号司令。有惩罚的吗？有啊，当然有啊。第一轮我来做国王。OK， 好。爷，爷，你应该叫我奶奶吧？我你叫太太。我觉得燕姐绝对不会喜欢刚哥了。他发现这个男人对谁都能说出一些虎狼之词，话不值钱。不，他俩硬瞪呢。停完。我们俩是 battle 的旗鼓相当，那应该国王输。没有，他如果怎么去跟别人呢？别人舍不得。梅姐真的舍不得。不是，他是一个盲的一个选择。不是，你就不能承认说对我就是舍不得吗？啊，对。这个对话我有点信息过载了。什么？谁舍不得？你快点解释一下。这个东西不是解释的东西，也超出了我的理解。我的。就以前我们看恋综的时候，都是有一个固定答案的。对，他对他释放信号，那他就是对他心动。哎，结果这里你看不出来谁对谁心动。看不出来，乱掉。今晚我们是一家人是吗？对，说不定哪天都分家了呢。你想跟谁分？啊？我肯定跟你分啊。
高哥咋出不出事儿？吵不出事儿。雷姐有种导演组在 Q 流程一样，你快点的选一个。你俩就要说啥就别给我藏着掖着说，明明白白的给我说出来。这个节目梅姐得傻呀，上节目吃瓜，看八卦去了。梅姐应该来观察室。2个人上台，手舞足蹈，最后一定要 hug。刚哥跟雷姐，刚哥没问题，雷姐挨人。你看到字幕写的啥吗？工人害羞。那叫挨人。怎么这么对徐工？你现在对徐工啊有偏见，我的天！哎，是有时候我们这样，对不对？手舞足蹈。哎，雷姐正好是要跟那个刚哥要接触一下，想先从 King 了解吧。徐工又在记录，绝对是个vlog博主，全是自媒体，太喜欢拍了。徐工这个过程中也充当了一个 Steven 的作用。斯坦尼克是谁是 K？ 谁是 K？ 很明显就是我啊。35，快上，然后要干嘛？对你刚才干嘛？刚才是深度交流。我给你看题库好不好？没事，你让他想，你不要。梅姐已经嗨了。Joy 这么斯文，请你这种能照顾到大家的情绪啊！太会照顾别人。当冒险嘛。你昨天那个漂流瓶写给了谁？哎呀，推给丽丽。想先从 King 了解吧。幸亏这个问题没问丽丽。你逼动他，然后不，应该他逼动我。燕姐真的是有那种说这种话的气势。对呀，太霸道了。徐工根本扛不住，不堪一击，徐工。他爽死了！敢这样跟我说话，你还是第一个。敢这样跟我说话，你还是第一个。太杀人了！谁能不心动？谁能不心动？我活了半辈子，第一次有人对他这样，谁又奖励他了？他爽死了！燕姐可以，轻松拿捏，轻松拿捏。我都被燕姐拿捏了，我完全带入徐工了。徐工那种茫然无措，他像一只受惊的土拨鼠。对，特别像。他笑起来有点像那个《猫和老鼠》里面那个小老鼠。小老鼠。漂流瓶。今天这个漂流瓶我有点哎，把我摁死打死在这儿我也猜不对。一到要考试了，心仪呀，真是猜不透啊。非常小陈呀，徐工应该是没有改变。徐工不会被燕姐拿捏吗？有可能。晴姐应该是刚子吧？刚子。对不起，刚哥。没事。晴姐应该是刚哥吧？刚哥还是晴姐？对，梅姐应该还是跟飞哥吧？第二天应该很难改变。雷姐今天跟刚子跳了段舞。来吧，揭晓吧。都是我的呀。有吧？有哎，又有一个，这回是上回是晴姐给他的对吧？哎呀，笑了，开心了，开心了，绝对是。我在学油画啊，雷姐又选徐工了。我很喜欢油画。那昨天怎么就不喜欢油画了？昨天怎么就？哎呀，徐工高兴的。啊？毛啊？雷姐毛啊？没有吗？完了，这全算错了。上次谁给雷姐留的？徐工呀。今天的王老师啊，就因为我没有被女生摁在过墙上。他这个表情太好笑了。洱海一圈140公里。哇，140千米，骑行吧应该。
师姐都已经猜到是谁写的，两个应该我都有猜到啊。两个，另一个是谁啊？是繁体字。哦，王老师，哎呀，我以为甚至是不小愉快，他请见谅。哥哥怎么？哎呀，他这个事儿给理解错了方向。纯哥绝对自己晚上回去内耗了一宿。对，绝对的，这是补偿心理。你们到底把漂流瓶当了什么了？当成道歉戏了？哎呦我的个娘嘞！直说嘛，就不要浪费漂流瓶的机会嘛，还是太体面了，两个人都。对呀。那我猜应该是王老师写给我的，也希望他可以 enjoy 每一个 moment。燕姐选了晨儿哥呀，完全猜错了。他们这个漂流瓶，咱不知道当什么功能用，现在有点。这俩人都因为内耗，能够主动的道歉，蛮好的。道歉这件事情，只要你发现需要道歉的话，就应该第一时间。我也是。就你不能等，然后你到后边，人家那个人气就越来越大，越来越，你道歉的成本就越来越高。对。你道完歉，发现他也会给你道个歉，从来没有那种你想给他道完歉之后，他说啊，好吧。我原谅你吧，就很少有那种，基本上都是那种，哎呀，我也有不对的地方，都不好。我去天台了啊！刚哥这回几个呀？那肯定是有一种自信的感觉。刚哥没了，刚哥的表情，不敢相信，不可能，没事，没事，我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东西。我看到一个对我来说不重要，也没有什么变化。成熟男人，情绪管理是最重要的。我发现了，这里面每一个嘉宾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落。我拿瓶子了，我没有瓶子。好爷你怎么会没人？陈哥还笑出来了，这太奇怪了吧？我觉得这个再正常不过了吧？你看我第一天我也是2个瓶子，我第2天没有瓶子，对吧？这个不重要。我跟你说，你怎么看出来一个人失落？他老强调，那我第一天有2个瓶子，我第一天有2瓶子，强调自己的过去，说明他今天就很失落。对，没关系的。在意自己成功的人，一定会在意自己的失败。婷姐也没投给刚哥，那咱全猜错了。飞哥俩，我就觉得哦，有人喜欢我，我不是零。你看，这个就是属于那种在乎自己的成功，在成功的时候永远能表达自己对失败的那种恐惧，对，但是在失败的时候永远不会表达自己在失败时的失落。当你成功了之后，哦，我其实挺害怕失败的，我挺害怕没人选我的，但这些都是建立在你成功的前提上。他俩真的很搭哎，他俩很像在一块过日子，过了好久的日子。他俩还有一点点反差感，是因为梅姐有那种小女孩的那种雀跃感，飞哥就太轻松一点，对，很稳重那种感觉，然后又聊得来。对。第2个啊。啊 ，so happy。去罗非 ，so happy with you。谁呢？漂流瓶我都给了罗非。节目刚开始是应该全部都接触一下。收到了2个人的漂流瓶，第一张漂流瓶的纸条上写着：“你喜欢掌控对方吗？”就是凡是有王子和公主的，肯定就是。Ken 写的，给对方设置一个专属的昵称，是一个很好的拉近距离的方式。第2章，然后突然间想起来，因为罗非说过他的字是最歪歪扭扭的嘛。啊，罗非没选梅姐，婷姐也没投给刚哥，那咱全猜错了。完蛋了，他那么急切的跟晴姐一起走了，就说我们都要睡觉了什么的。哎呀，我要去睡觉了，不行了。我也睡了，比较温柔吧，他比较愿意听我的回答。那美呢？他还是因为梅姐的那个玩笑，还是有点在乎的。我发现到了第2天，大家的已经习惯了，他们都罗非和美就是在一起，大家都觉得你俩就该在一起了，他就会觉得逆反心理。对。梅姐没有收到。哎，梅姐给飞哥了哈。对。在别人，包括陌生人的面前，稍微有一点去嘲笑你或者攻击你，是一种你是我的，
的感觉。哦，他也会觉得，对他挺敏感的，每一张的他都会批评。他拍完超丑。很多时候我们会通过抨击或者是稍微带点贬低的那种玩笑来显示我们之间很熟。真的是很熟的话，其实是不会在意，是不会在意的。但如果没有很熟的话，就会听进去了。就你俩对这段关系的认知是不一样的。他觉得我们已经熟到可以开这种玩笑了，但你会觉得你为什么会这么说我？咱俩才刚认识，这个是。刚开始相处的时候，其实挺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对，也挺难拿捏的一个东西，就是你不确定什么时候你能跟对方开玩笑呢？我一般就是会从一些无关紧要的玩笑开启。哎，你今天戴假发？戴假发，这种行吗？哎，这是一个好方法。这种行吗？说完之后再委屈一下，这好像我霸凌他了一样。你做一个示范，不是真的想攻击你。要攻击的话会更薄弱，会直接给我掀起来是吧？咱们今天有点乱引导的嫌疑。雷姐和飞哥那一对，咱们就引导说他俩太合适了，太搭了，结果是不喜欢。就是我们只磕当下他只要甜了我就喜欢，随时可以变啊！里面的嘉宾都能变，我们观察室为什么不能变？哎，我其实挺期待梅姐跟纯哥在一块儿，飞哥。觉得梅姐的这种幽默方式或者开玩笑相处方式，他觉得有点适应不了。我想看看纯哥的话，他相处的时候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经常会觉得大家会有一个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性格，你会发现这个人特别不喜欢，那个时候你就会有点内耗啊，但是你会被另外一个特别喜欢你的朋友给治愈。你说你的性格你其实没有变，只是在他这儿你可能就没那么受人喜欢，但是换一个朋友他就特别喜欢你，能减少我很多很多的内耗。对，就你不需要改变自己。对对。好，继续。1v1歌词盲选约会即将开始，现在请男嘉宾选择一张你心仪的歌词明信片，与对应女嘉宾开启约会。Hello， 燕姐，我用了各种逻辑去算是你，right？ Yes。所以原来我也在这里。燕姐真的给人一种很情绪稳定。你们分手的理由是什么？开始热恋的时候，我会比较一下子的那种。Yes。恋爱脑。燕姐竟然是比较冲动型的想法。梅和他的相似，燕姐跟他的相似是两种不一样的相似。原来朋友和那种可以发展情感关系的人还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弊的。他相似的点不一样，你可能就是性格或者啥相似，但是谈恋爱一定是击中你的那种相似。主要还是对方有吸引自己的一面。对，飞哥就是喜欢这种温柔知性类型。我想要的就是这个。他可能拍纪录片导演，他特别喜欢那种灵魂上的那种沟通和交流。梅姐可能就更喜欢开玩笑，调节气氛。Hello， 你好。哇，我其实挺期待纯哥跟雷姐两个不说话的人怎么交流啊？你来很久了吧？应该40分钟。哇，等了40分钟。你发现发现了吗？雷姐是一个特别爱的人，就是她经常会眼神闪烁，或者看远方的时候，她经常会鼓起勇气来看一眼就走开，这种就特别爱。直愣愣盯着一个地方也不好吧？你得丢了。他俩小动作特别多。对，因为他俩都处于那种紧张的，不知道怎么办的一个阶段。对，有时候我在家，很多时候我都不出门，可能在家就。我跟你说，爱人碰到爱人，一旦找到共同话题，那可不得了，特别能聊。家里有养小狗吗？对，养小狗既养有话题了耶。对，聊宠物是一个很好的话题。我家里是养了2只猫。我喜欢布偶，然后缅因或者金渐层，我觉得这3种猫。哇，你看那眼神都不回避了。
我也是，我也很喜欢这3种。还是回避了，因为感觉到话题将近。其实蛮开心的我。他问你希望，如果你下一位跟你就沟通去了解的人来了，这样，我第一个是说你的，是吗？是吗？是的，真的。我觉得纯哥挺真挚的。你看他那眼神，看人的时候是非常真诚的。爱人突然只想发力了。但是后来我说，但是会不会两个人都不讲话？你看他们看其他地方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是，现在开始直视对方说话了。你说他今天为什么突然不挨呢？而且一直在主动的找话题。盆哥给雷姐安全感了，跟晴姐在一块的时候不太一样，好像。昨天我们不是说要去采购嘛？你就是说我要一个人去嘛？当时我就很理解。是啊，因为我习惯是这样，我不知道比其他人完全一样，就离远一点嘛，完全一样啊。其实我蛮开心，还好有一个不是只有我一个是这样，还有一位嘉宾也是这样，很庆幸。对。哦，他俩应该默默的把对方当成心理支撑，被懂得、被看见的感觉，真的很好。哇，终于连上线了。不知道为什么看他俩有种在看漫画的感觉。对，我觉得终于找到了彼此的那个救赎的那种感觉。说的我都想笑什么？想挨一下了。我吵到你了是吧？现在别跟我说话。我就说晚了，我告诉他我现在不想聊天，让你给抢一下。显得你还是主动。哇，我现在突然非常喜欢这一对。我是你的新朋友，想邀请你共度一段美好时光。什么意思？新朋友要来鲶鱼选手了，恋综一般会有鲶鱼选手。对。而且鲶鱼一般都很厉害，就是他们要么就是那种高知，要么很吸引人、很有魅力的那种。哦，就不看人，只看相册，那这都有可能选中我。这个我会 pass 掉，我就不喜欢家里东西太多了。这个不行，这个我也不行。我还行，但是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那个冰箱的我喜欢，对，就特别有生活感。而且你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饮食习惯非常好的人。我不喜欢家里东西特别多的，但是我喜欢冰箱里东西特别多的，那种很有安全感。后来发现咱俩就喜欢加大。纯哥被选择了，其实我没有很理解，他就说有个嘉宾约我这样。哦，你好，你好，你好，我是赵雷。哇，好漂亮，好漂亮！我要把母亲的身份抽离出来。当我发现我他有点像那个谁，一个演员陈数，有点像吧？是。你好，我是赵雷。你好。这家伙，那前面那个姐姐出场又运镜又各种手法，我哥哥早就出来了，太偏心了啊，摄像大哥们。那为什么会选我？看到你的整个的收纳习惯，还有包括你的审美。那不公平哦！你看到我的手上，我看不到你的手。对呀，对呀，为什么要公平？肯定雷厉风行。好开朗哦！他怎麼老能碰到這麼開朗的？你係香港人？香港人係冇錯。唔怪得啦，我原來在深圳，我在深圳10多年。你那個時候跟你們香港的做生意很難呐，講普通話真的很難很難很難，因為我好像語速好快哦，姐姐。對，哥哥在試圖跟上節奏。是強撐哦。基本上腦子都是空白的，我會好，就突然我就不知道要講什麼了。所以這種操作型的東西，就比方說背出的這個在背，所有的菜品的準備。姐姐先準備了100個話題，然後一直輸出。因為一直輸出，就代表着你對接下來你倆的聊天可能沒有安全感，沒底，所以你就必須讓自己一直輸出。已經慌了，根本不管對方什麼反應。對，說明姐姐也有可能是個癌人。對，姐姐有種把答題卡趕緊塗滿的那種慌亂感。對。盲猜一下你的職業，你是跟設計、跟建築會有關係嗎？沒有。沒有嗎？哦，其實我是做一個廚藝的導師。該你寫卷子了。那你很會做飯，就還可以。因為我一上來就問你的職業，所以我剛才想，如果你問我的職業，我應該怎麼回答？你會不會嚇到你？不，我是脫口秀演員。哦。
这有什么好吓到你的？吓到我了，因为我觉得姐姐长得不像那种，你具体说说呢？我脑子里刚闪了100个字，我都划掉。没有一个能播的。但是我感觉很多脱口秀演员都是 I 人的。有时候脱口秀演员会有一个习惯，会炫技。你觉得他在炫技？对，不是，我不是觉得人家在炫，我是说有时候你别在这里。不是，我是刚是很真心的问他，刚刚那种聊天方式算是一种炫技吗？出汗了我都。我也出汗了，你以为光你出汗了呀？谁呀？热的。是因为有观众或者有镜头的时候，我们习惯性的去展示一下，哎，你看我脱口演员，去展示一下自己的聊天技巧，或者是自己的出梗能力。我没觉得你的感受到你的聊天技巧呢，主要是。有时候也碰到那种对牛弹琴，有时候也有点对牛弹琴。抛出了很多技巧，但是我一直没接受到。你也学了，学点技巧的呢。光靠真诚呀！总是这样，手腕稍微有点弧度。好久没看到刚哥了。拳击教练就是这样的。转胯，哎，对，那个有电话。许工现在变得好开朗啊，笑容满面，笑嘻嘻的。晴姐观察人的情绪很准，但她会因为观察到了之后影响到自己，这个就是有点敏感。当然的情绪还能放更大，放不大了，已经有点吵到别人了。你好，我叫刘玉刚，我是赵磊。你好，那咱们就走走看看。走。对，这个就是像练出这点真的好，他会让两个刚认识的人去干这些很亲密的人才会去干的事情，你发现了吗？做一个呀。来吧，那我们就做一个。就你想想，你在生活里你很难会跟一个异性去干，就是去画画呀，或者去干啥的。对，这种地方我都很少去，跟谁我都不愿意去。那你找找自己的问题。那你有孩子？有女儿，还有个儿子，但是这两个年龄悬殊就是你儿子的年龄，然后开始算，相差18岁，那个刚刚。是相差18岁，也就1岁多。猜谁1岁多？刚哥，女儿上初1。啊，那你儿子还有女儿好大呀！你是初中就抛歌了。啊，你听不出来这玩意儿不赖，人家没抛，是你抛了你听不出来，老在这儿。媚眼抛给瞎子看。对，对牛弹琴呀。我53，72年的。真假的？你有53啊？我比你大，叫哥哥吧。哥哥。雷姐啊，作为我们这个脱口秀的同行朋友们，我觉得真的，她其实整个过程中一直在把握整个的尺寸和火候，再根据不同的人，他展示不同的。特质吧，跟陈哥过程中，对他就特别害怕陈哥接不上话，对，他就会给给予输出，对，然后跟那个刚哥在一块的时候，他就会更安全感一点，对，有来有回。主要还是跟刚哥的时候，他们俩共同在做一件事情。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环节更适合他和陈哥一起。但陈哥有可能坐进去了，陈哥有可能更不说话了。陈哥，刚哥的一下子早晨一个也没有。到又成为人气王了哈，幽默还是最好的一枚。梅姐也很幽默，我也觉得梅姐很有魅力呀。她只是飞哥那儿，他觉得梅姐可能会有点 over。就是网上老说一句话叫"搞笑女没有爱情"嘛，但是其实也不是这样的，脱口秀很多女还是有对象的。我一直不明白这个话是从哪来的。搞笑这个东西在男生和女生身上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加分项，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身边朋友去珍惜的一个品质。对自己开心就已经很难了，还愿意逗你开心，
而且对方如果让你感觉到幽默的话，他是需要智慧的，就是对，不是所有的冒犯你都会觉得是搞笑。哎，你今天戴假发？戴假发。对，哎呀，你知道呀，道理都懂。就是有的时候感受不到自己是冒犯嘛，所以一般不轻易跟别人说话。在外面就演那种哀人，因为一出口就可能就是。因为搞笑女经常会成为焦点，她好朋友显得多呢，可能就会分散她的注意力，需要照顾的人就很多，那可能就没法照顾自己，然后去找对象或者啥的。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可能性。我觉得是有可能是搞笑女没那么需要爱情。对，太对了，太对了，自己就很开心。对，哇，月子，这个太对了，一针见血了，有感而发。回头把你朋友都送来这节目，都送来这节目可以。把雨伞可以放到这里。好，我谁呀？Hello， 哇！大家介绍一下啊，新的女嘉宾，所有东西都特别惊讶。我所有的东西他都惊讶，要么就笑，要么就惊讶。他进入大脑会反应嘛？哎，在说什么呀？可以，我理解是见到你们，我是一个迟到的，今天是迟到的一员。我也是，要么就是笑，要么就是卡住。卡住。哎呀，刚哥真的好贴心啊！刚哥拎箱子真的是我见过最熟练的让人心疼。刚哥在火车站，刚哥绝对在火车站带个小红包了，真的。很容易的跟他走近。ending 了，看到这样高度，我赶紧去换张高跟鞋。谁又给我情节压力了？又去换高跟鞋了？哎，你的脸上有一个，别动了，就跟他聊完还挺开心的。哎，梅姐又跟纯哥，大家原来都这么急，还真有点舍不得了。你看说这个人，想知道最后谁跟谁在一块了。我其实还挺期待徐工的，因为徐工现在在我看来，他就像一个vlog博主，在那里徐工只有3件事：拍、乐、惊讶。这个节目真挺有意思的，跟其他的恋综还是有很不一样的地方的。每个人就是已经很成熟了，然后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然后知道自己想跟什么样的人相处了。对，他们就是也会尽可能的会让自己舒服。对，不会因为爱情去让自己去妥协。哎，我其实相比于他们在爱情的态度，我更喜欢他们在生活上的态度。第一个就他们每个人能把自己每个人捯饬的都收拾的非常精致利落，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在于很多爱好，这个也很让人羡慕，就是给人一种很有生命力的感觉，不像咱们每天都活人为。我在家恨不得都在地上爬着走呢。你想想咱们要去这个节目，咱们天天肯定就是，哎，咋办呀？但我真的觉得50多岁是最适合谈恋爱的年纪。就我爸妈老担心我，就是到了50、60岁，他说：“哎呀，以后你就又没有孩子呀，又没人陪你啊，怎么办呀？你一个人生活啊。”我说：“我现在不是一直在过这样的生活吗？”对呀，我早就习惯了。而且50、60岁已经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对呀。我们年轻人不谈恋爱也很合理，因为真的太忙了，每天干完所有的活儿，根本就没有力气去想这些事情，而且很难。你在动气什么？谁没谈恋爱？这么忙，单身，更让人心疼了。真的就像月子说的，挺忙挺累的，没有时间再去互相妥协或者是改变，除非就突然之间遇上了爱情，突然就来了，那谁也不会抗拒这件事情。对，主要是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爱情真的不是一个很必须的。对，当爱情突然击中你的时候，它可能在那一瞬间，我觉得可能是必需品吧。你是怎么心动的？朋友介绍的呀。是一见钟情的那种心动吗？还是相处中感觉到哇，这人很舒服？对。如果说要求对方对我一见钟情，要求有点无理吧。今天真的非常开心，看到了咱们8位哥哥姐姐的，加上最后的雷姐9位哥哥姐姐的故事，以及看到他们
对待爱情、对待生活的这个态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和我们想象的真的很不一样哎，很不一样。我俩还担心，我说来了之后别展示的太沉闷或者是啥的，然后结果发现哥哥姐姐们一下子就把我们的那种积极性给调动起来，打开了我们另一个视角。对，这个过程中展示出来那种独立，展示出那种不内耗，展示出那种直接干脆，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让我们可以去学习以及去在生活中去实践的一些智慧。期待接下来的故事啦。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哥哥姐姐们提出来了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梅姐想去讲脱口秀嘛，因为我觉得梅姐非常非常的幽默，在这个过程中也很开朗。是的，然后希望徐工早日开一个自媒体号的，要不他拍的这些东西素材量太大了，素材量太大了，太记录了，徐工。对，这个也是我们对所有哥哥姐姐们想问的一个问题，也是希望哥哥姐们能分享给我们的一个感受吧。你们认为在这个年纪开始谈恋爱的优势和顾虑是什么？非常期待哥哥姐姐们能给我们答案。大家想看到这些问题答案，也一定要关注我们的正片日落时分说爱你。今天呢，也陪大家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一部正片观看。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这群熟龄哥姐，敬请期待之后的内容。我们不见不散。打开腾讯视频看日落时分说爱你，每周4、周5看正片，周6看惊喜加更，更多甜蜜时刻等你发现。每周日陪看正片，超多内容想不停。我们俩很像啊，那你是完全一样啊。懂我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也知道哦，他不说话的原因。我觉得和同类人相处就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Hello， 我猜是你的啊。Hello， 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不是你。 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沉浸，畅享极致视听体验。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专属优惠。现在开通 SVIP 即可享受内容抢先看、大屏观影等特权。腾讯视频 Jump 卡、年轻人专属会员、享亲临现场等10大权益。关注腾讯视频 VIP 官方账号，最新会员权益、福利资讯抢先知。感谢合作伙伴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会很风趣，我们俩是非常的合拍的。